宋朝时谁是最爱国的人呢？岳飞？不对，当时最爱国的，我认为恰恰是杀了岳飞的那个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赵构。别急，听我再问，宋朝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卖国贼？你会说是秦桧，但其实这并不准确。当时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宋高宗赵构。至于秦桧嘛，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但他不过是奉赵构之命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工具。当年给岳飞平反昭雪的是赵构的养子宋孝宗，他不能指责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把冤案的责任都推到秦桧头上。正如明朝文征明在《满江红》中所说：“孝区区，一会意何能逢其语。”最爱国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开玩笑吧？非也。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在民主制度下，爱国与卖国当然是冰炭不可同气。但在家庭下的时代，宋朝这个国是谁的？当然是赵家的，不是岳飞的。如果赵构自己都不爱这个国，那谁还会去爱呢？岳飞当然十分忠君爱国。如今有人挑剔说爱国是好的，忠君就糊涂了。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没错，在当时这国又不是他岳飞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爱这个国吗？正因为忠君，所以忠吾及吾，也就热爱君之国了。别人再怎么忠，最忠于君的还是君本人，最爱君之国的自然也是君自己。在那个震极国家的时代，国家的兴衰和存亡与君主的自家性命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可谓二为一体。对寻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别高的话，国家的政权更替不过是奴隶换了的主人而已。新的主人有时比旧的主人更苛刻，但有时也比旧主宽宏，谁知道呢？至于变革之际的混乱和暴行、烧杀淫掠，那是战争本身带来的灾难。内战和外战哪个更残酷，战祸更烈？官军流寇和俘虏夷狄，哪个对百姓的伤害更大？这都是无法确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比国家的存亡问题更重要，所以老百姓反战爱和平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否爱国就难说了。对于君主而言，情况就截然不同。国家的灭亡对于君主来说，意味着他从主人变成了奴隶，这才是亡国奴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从那些记录北宋灭亡后徽钦二帝及其皇族家人们的悲惨遭遇的北狩史料中看到这一点，那真是血泪斑斑呐。对于君主来说，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就像是失去了一切，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你说他怎能不爱国呢？南唐的李后主虽然昏庸，但在国家灭亡后，他那垂泪对宫娥和问君能有几多愁的词句却成为了千古绝唱。这些词句的创作，没有切肤之痛岂能写得出来？而对于南唐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故国不堪回首弥月中的痛感，我们切实无从得知。蜀汉的刘后主在亡国后表现得很超然。当晋帝问他是否思念蜀国时，他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这个乐不思蜀的典故使后人批评他昏庸。然而昏庸的昏君就没有爱国之心，不知亡国之痛。据史书记载，刘禅的子孙在蜀国灭亡时选择自杀。刘禅固然怕死而愿意苟活，但是说他能够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是违背常理的。我认为他不过是知道私蜀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才强颜怀笑。那种有痛不敢言，内心深处的痛苦恐怕不亚于李后主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说的是百姓的生活。而商君即使是那个同样昏暴的亡国之主纣王，在亡国时也选择了举火自焚，也算是壮烈殉国了。谁能说商君不知亡国恨？其实对家尊下的君主而言，爱国就是爱家，就是爱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舍己为人之辈，其爱己利己之心不亚于他人，则爱自家之国又怎么会亚于他人呢？昏君和明君的区别在于是否善于治国，而不在于爱不爱国。暴君和贤君的区别在于是否爱惜臣民，同样不在于是否爱国。诸位说宋高宗爱民如子，打死我也不信。
但要说这个昏君爱国如宝，那我是100%相信的。假设金国非要彻底灭宋，让赵构陷入绝境，那么我相信赵构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南宋全国的军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以赴汤火，去换取赵家之国得以存续。问题在于，爱国最甚者就不能或不会卖国吗？大不然也。首先，从可能性上来看，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为商品的出卖者，别人想卖都没有这个权利。商女不知亡国恨，当然称不上是爱国者，但商女能成为卖国贼吗？她有卖国的权利吗？她有卖国的机会和条件吗？商朝灭亡是商女的责任还是商君的责任呢？对于君主来说，国家是他的，他想卖就卖，干你屁事。专制时代，身为一国之主，赔光给敌人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割让领土更不需要全民公决批准，甚至不需要公诸于众。国民对于国事既没有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统治者可以完全暗箱操作。国家被卖了，国民可能连知都不知道。君主以下的权臣们不勤惠，也可以奉君之命参与卖国，而那些与君权无关的芸芸众生，无论你是爱国还是厌国，甚至是仇恨国家，对不起，你没权利卖，无资格卖，也不可能卖。国对于君既然如此珍贵，怎么又会有出卖他的动机呢？说来也简单，国既为君有，则君之爱国也，犹如财主爱其财，地主爱其地，资本家爱资本，牧人爱牛羊，甚至好色主人爱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他的爱是真实的，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假装的。然而财主之所以爱财，这是因为他的财富可以被卖掉，而且价值不菲，有些人甚至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反过来讲，国家被视为财富，汉高祖刘邦在得到国家后，对他的父亲夸耀说，我的产业比二哥多吗？明朝的黄宗羲指出，那时的国家就像是产业，君主得到了就会把它视为私有，但人之易得产业，谁不如我？所以君主们都把国家视为珍宝，唯恐别人会抢走或偷走。因此君主之所以爱国，这是因为国家是一项巨大的财富，可以卖出巨额的财富。而像空气、阳光这类虽然人不可或缺，但因为不能被卖掉，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也就不为财主们所爱了嘛。国家对于君主既然是一大产业，所以只要图价合适，可爱之国还是可以卖的，甚至国之可爱就在于国之可卖，而且可卖大价钱。一般来说，君主失去国家就无法安身立命，所以他通常不愿意把整个国家卖掉，把自己变成亡国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或者不愿意以零售而不批发的方式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以换取他认为值得换的其他利益。比如赵构，他当然不愿遭受其父兄徽钦二帝那样的下场，所以他非常爱国，爱得要命。但是假如宋军真的如岳飞之豪言，直捣黄龙，消灭敌人，迎回二帝，你以为赵构他愿意？文征明在词中说，岂不念将其卒，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反，此身何属？千载修他难度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意思是，岂能不怀念被侵占的疆域？岂能不怜惜徽钦受到的屈辱？但是，一旦徽钦回来，将何去何从？1000年之后，别再谈论南渡是个错误。当时我只害怕中原恢复啊。对赵构的心理刻画的可谓深入骨髓。对于国土受损、徽钦被辱的痛惜，换言之，即赵构的爱国之心，恐怕不亚于任何臣民，包括岳飞。然而，他的可爱之国必须是他自己的，不是别人的，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则徽钦既反，此身何属？所以与其让父兄回来把国又拿回去，倒不如把部分国土卖给金人，以换取自己能够安享其余呢。慈禧太后曾有一句遭人唾骂的卖国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实这句话换个角度也可以看作爱国名言。他在讲这句话之前，慈禧才刚刚因愤恨洋人支持维新干涉内政而做出了向东西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空前爱国壮举啊！慈禧为什么不与家奴，并非完全因为主子蔑视家奴。你看那赵构不也宁赠友邦，不与父兄吗？
父兄可是主子级别的亲人，赵构还是不愿给，这都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深热爱啊！国既然如此可爱，当然是宁可卖一半给友邦了。无论是赵构还是慈禧，他们都不愿意让友邦把国家整个拿走的，自己保住了另一半，也不能让国完全落入别人手中，不管这个别人是家奴还是父兄，是同胞还是洋人。说到南宋，其实文征明对赵构的心理分析也许稍嫌超前。当时赵构对徽钦继反的担忧并不是首要问题，绍兴年间的军事形势远没有乐观到如此程度。但是从太祖开国以来，赵宋的君主们对武人功高权重一直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岳飞被诛，韩世忠退隐都与此有关。即便徽钦不回归，岳家军势力做大而威胁到赵家国，出面陈桥兵变的故事，如此前景也会让赵构不寒而栗。风波亭之冤狱也有这个原因。至于这样冤杀忠良将为损害本国有利于金国，被后世斥为卖国行为，对于爱国心切的赵构来说就顾不得那许多了。正因为这样的爱国完全是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与维护国民利益就远远不是一回事儿。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本特征。而这样的爱国与卖国都常常成为国民的灾难。慈禧当年极端爱国的屠杀维新派而不许洋人干涉内政，煽动百万义和团上京下魏大串联，与攻打各国使馆的同时，也在北京城里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这场奉旨造反杀的洋兵没几个，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残害的中国教民，包括老幼妇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说全民本身的死伤枕藉了。正是这个慈禧，转眼间回过头来又大卖西国，不但反过来大杀义和团讨好洋人，还亮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怀心，把国人折腾的民穷财尽。这样的统治者同样可以说是爱国祸百姓，卖国祸百姓。家天下的时代是如此，不是家天下但仍是专制主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大致相类，但有一点不同在于，专制统治虽然不能世袭，但仍然保持了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意味着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与民主制下不同，这样的国家不是国民的，但与传统王朝的不同在于，统治者也不认为是自家的。既然不能传之子孙，则我死后或我下台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所以这样的专制往往更容易趋于短期行为，更不负责任。当统治者爱国时，他甚至未必能如赵构、慈禧、李刘后主那样把国当作自家的珍贵财宝来爱护，他们可能只是用爱国作为镇压反对派、维护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种借口。换言之，这样的爱国比传统君王的爱国可能更虚伪。某些专制国家的君主当其卖国时，更由于反正不能传国于子孙，卖起来更加无所顾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发的界限，甚至把整个国家卖了换一大笔钱来享受都是可能的。虽然国不能世袭，但财产还是可以传给自家子孙的嘛。加之如今某些外国也没有当年的金邦那么寒冷荒凉、贫穷不堪，还种族歧视，不会像当年金邦那样虐待王宋彝族，甚至还颇为优待投资移民，于是国就更加显得没有钱可爱了。偏偏这时候对外经济开放又还十分有限，一般国民不可能参与外贸，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垄断对外交往。于是损害国家利益，借着既无竞争又不受监督的对外交往大发不义之财，然后把民脂民膏转移国外投资制产。家人先移民，自己一边觊觎原始积累，一边留好后路，这等等操作在宋时赵构勤奋们没有条件干的，不折不扣的卖国勾当也就盛行起来。你如果对他们进行批评抵制，那对不起，我代表国家，你批评我，你就是反对国家，也就是卖国，而我镇压了卖国者，当然就证明我爱国了。于是乎，爱国者卖国的历史剧不仅仍然上演着，而且这样的爱国比传统时代可能更虚伪，这样的卖国比传统时代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了。要改变这种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办法也有，那就是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只有这样，国民才会用不着宣传就能本能的去爱国护国。主国事者既为爱国之民所托，其为民权宪政所治，从民意而有爱国之志，受制约而无卖国之机。
这样爱国与卖国的辩证法才会消失，而主权与人权才都能得到维护。今天我们爱国，当然主要是为了爱护和发展国人的权利、自由与幸福，而不是特意要与什么人作对。但即便只是为了与美国抗衡，仅得师夷长技发展军备，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师夷长治以推进好的制度是不能回避的事。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也许是个不坏的主意；师夷长治以制夷，更绝对是个好主意。放眼时下，言爱国、言民族主义者众，是真是假，就看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慈禧愿意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制度，那么爱国就有了真实的含义。如果他只是口头上的爱国，而不愿意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那么慈禧的爱国就只是空谈而已啊。